么快就削职为民了？我还以为跟着你这个四品官，能够每天吃上2只鸡呢。4品，代理之职不算。义兄，你这就要走吗？不等卢凌风回来啊！等不了了，龙颜大怒，我若走晚了，会掉脑袋的。大将军，苏无名，你怎么看？他见陛下已登帝位，见风使舵，想踩着卢凌风的肩膀往上爬。此人素有圆滑狡黠之名，今日一关，不许。白山，大将军所言极是。都去吧。杨内侍，我觉得区苏无名不劳陛下思虑，倒是卢凌风需按之前所计，尽早铲除，不能再犹豫了。您虽已登基，但公主仍权倾朝野，7个在江中，4个追随她。至于兵权，左金吾卫、左羽林军、右羽林军等北门禁军也都为公主的人控制，而现在，卢凌风被证实是公主之子，不管他之前对陛下是否忠诚，毕竟母子连心。且，卢凌风虽已调任，但在右金吾卫中仍颇有影响，若关键时刻倒戈，将追悔莫及呀！陛下，左思右顾，当为兵下鬼。但凡当年有一点迟疑，如今坐在这里的，恐怕就非陛下，而是为庶人了。只是卢凌风与公主的关系已被苏无名说破，若此时对他下手，必被看作是针对公主，时机不利呀。哎呀，没想到被苏无名坏了大事。陛下，即便如此，也切不可让卢凌风滞留京师。卢凌风接旨。卢凌风就任大理寺，虽了结诸多旧案，但承佛寺事变有疏忽之罪，贬韩州云顶县县尉，即日启程。其实，遁江湖之远，比做官逍遥多了。竹林茫茫，野花满谷，勤耕与读，了此一生，多好。若说找个地方了此残生，我希望是洛阳。恩师的墓就在洛阳城北的邙山之阳。百年同谢西山日，千秋万古北邙尘。我若没了，希望能葬在恩师墓旁。苏无名，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此次被罢官，是因为想踩着卢凌风的肩膀往上爬。说出卖也可以。你出卖卢凌风？如果我信，从江南到长安，这万千山水就白走了。
我那不是为了大理寺卿的位置吗？哎，我父曾供职大理寺，因一桩悬案在大理寺自杀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当上大理寺寺卿，彻查我父亲的案子，并成为大唐帝国的刑狱之王。当年中了进士，我没急着做官，而是在狄公身旁伺候，也是为了能被直接推荐，一步一步的主宰大理寺。哎呀，把郁结在心里多年的话说出来，真痛快。苏明，我好像不认识你了。这才是真正的苏明，半生钻营，只为一鸣惊人。如今得罪了新君，再无出头之日了。而你大好年华，何苦跟着我？你竟然如此绝情！绝情，此前种种，那都是逢场作戏而已，何谈情字？不管是真是假，苏明，你既已这么说，我走便是。从此，我们各奔东西，江湖不见。驾！我是疏忽之罪，苏明又是何罪？竟削官为民！他也没说呀，急匆匆就走了，也不说带上我。莫非是我连累了他？哎呀，堂堂大理寺少卿，被贬为小小的县尉，一点不着急，还净替别人着想。别说，你这个人还是很值得教的，不愧是范阳卢氏，敬佩。云顶县尉不是挺好的吗？正处于东西要道，且听说盛产美酒，是你老费所喜欢的。这么说，你是要带上我？我罗凌风爱大唐的明月山川，但更爱身边的你们。若不是担心耽误薛皇的学业，真想把他也带上，一同西行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虽说是小小的县尉，但是一天管我2只鸡，应该是不在话下，对吧？哎，对吧？还有美酒，那我就得去当先行官了。西行不同于南下，一路上怕是坎坷得多。一起走吧。何时启程？今日。今日？那我得赶紧备2壶好酒，路上喝。西君，会不会太匆忙了？我什么都不用收拾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无时无刻不从容。苏明，公主已在此等你多时了。公主，您这是？我是来送你的。
这我哪担得起啊？我入宫见了新天子，想要替你求情，但是，公主，您入宫了，那您一定知道了真相。苏明一时糊涂，行告密之事，真是罪该万死。你当我是3岁的孩子啊？我只想问你，这么做值得吗？我不知值不值得，亦不知我还能怎么做。你好不容易混得一个像样的官道，这是搭上自己的前程啊！若能避免罗凌风的无妄之灾，苏明的前程不算什么。有我在，我还真不相信谁敢对我而不利。公主说的是，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爱胡思乱想，且过于胆小。不过公主，如今新皇已登基，局势和从前大不一样。苏明斗胆，想劝公主一句。你不用说了，你回老家休息1年半载，再回来，你苏明就是大唐的宰相。公主，您就听我一句劝吧。你担心的是我，还是大唐的社稷？我姓李，谁告诉你，我就不能兴盛大唐？陆凌风见过大将军。大理寺少卿被贬为云顶县尉，心中可有怨恨？陆凌风不敢。天子也是未读小人之口，也好，趁此次西行之机，好好历练历练。是。苏明阴险，离得远点。大将军何意？还让我说得更明白吗？若不是他告密，你怎么会被贬为县尉？告密？此等龌龊小人，可杀！什么？云顶县尉？卢凌风他人呢？公主，他已出城。你怎么让他走了呢？我也是才得到消息，派人去追，没追上。这个人竟然有雷霆手段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。是啊，公主。虽然朝臣多追随公主，但那边毕竟坐着龙椅呢。大唐向何处去，还需公主速速把握。这什么讲究啊？只可惜是个新墓。甭管新墓老墓，这么大个墓，陪葬少不了。拿着个剑，吓唬谁呢？
咱回去吧。瞧你这点出息！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独孤武作家事件，不如沿街去讨饭。找打呀你们！独孤武作有娇妻，却为他人做嫁衣。滚！坏小子们，滚！滚！滚！独孤武作，别往心里去啊，想开一点。我有什么想不开的？新来的县令也姓独孤，这不，今晚请我喝酒。以后谁再敢乱讲，我叫县令抓他们。大雨将至，早归家舍。这是上次蒙县令请我喝茶，有幸能够观瞻咱夫人的模样，县令对亡妻真是一往情深呐。我就这手艺简直，我真不敢相信，这也太像了。县令喜欢就好，我是用桃木做的驱邪。县令自上任以来，严惩盗墓贼，开本县之新风。独孤阳深感钦佩。盗墓乃是大唐律法之重罪，我身为县令，又岂能做事？你开的冥器店，一直出售防御盗墓贼的泥友，也是值得嘉奖的。我那不过是谋生之计。您知道，靠仵作所得，无法养家糊口啊。哎，虽为仵作，位卑家贫，但若是县里有命案，又如何少得了兄长呢？县令刚才叫我什么？你我都姓独孤。
从今往后，你是我兄长。看来我只是找对了人。兄长何意啊？若是觉得这木雕雕得还可以，请要珍惜，一生不弃，最好传于后人。那是自然。我敬兄长。啊，不，我敬贤弟。兄长，哎，这点小雨，我不用扫。那怎么行？兄长可不能淋着，否则嫂夫人会怪罪我的。好，明天一早到寒舍，我们家春挑别的不行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，让他做给贤弟吃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县令，怎么起得这么早啊？哎，老周，哎，独孤武作家是不是离宫廨不远了？对，拐过去就是大黑门。哦，哎，县令，他们家的那两扇大黑门啊，跟棺材板似的，不吉利呀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他家3代仵作。独孤阳又开了名器店，整天跟死人打交道，阴气太重了。您新官上任，最好别去他家。什么阴气重不重了？我可不信这些。我们同姓独孤，昨日我已认他做了兄长，约好了今天啊，一起去他家吃大嫂做的薄托，怎能食言呢？忙去吧。我是独孤侠叔。哦，新来的县令，好清秀的脸啊！难怪我家仵作说，新来的县令不但是本家，还是个不错的人。今日一见，虽在深秋，却如春风拂面。进来吧。你何时到了石阳？为何不住到光县里去啊？你干什么啊？再让人看见。你如何多了颗痣啊？故意逗我的，把什么粘在脸上了？让我看看。你这县令，也不能大白天的动手。你是我妻，我是你夫君，
管他白天黑夜的，我要抱你！你干什么？青红，你哎，不行！哎，独孤县令，独孤县令！哎呀，你不行！你来我家有何事啊？急事！县令，发生了命案。命案？就是死人了呀！那应该先验尸啊。仵作去了吗？死的就是仵作。独孤阳，你再说一次。独孤仵作在他的冥器殿被自己做的泥俑杀了。娘，他叫谁娘？当然是独孤阳的娘了。可她是我的青红啊！县令，你癔着了吧？她是独孤阳的媳妇儿春条啊。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，让他做给贤弟吃。校长，独孤县令，这案子有点怪。怪？剑在你我手中，定有蹊跷。怎么？石阳县除了我，还有第二个人会查案子了？既然县令亲自来了，那就没我什么事儿了。牛区长，你怎么能走呢？当协助县令探破此案呢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这，独孤县令，这案子从哪儿开始查？还请您指教。应该是先验尸吧。看这架势，独孤县令会验尸，太好了，让我们见识见识。我。你们等一下。结果，苏先生，苏先生，真的是你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梦，独孤侠叔啊，你既中了进士，又殿试第一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是先生，在南州还我清白，才有今日。你初入仕途就直接当上了县令，这在我大唐可是前所未有的。若不是新君登基，也不会如此。这对你应该也是考验吧？是啊，当官和我想的不一样。这石阳虽小，治理却不易，手下也不怵我。啊，对了，昨日寻得一知己，认作兄长，没想到今日他竟然被自己制作的泥俑给刺死了。泥俑杀人啊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样，我随你进去看看。太好了，请。你谁呀？他是我是独孤县令的幕僚。幕僚啊？对，他可替我验尸。哎，等一等，独孤县令，此非儿戏啊！
徐县丞，你这是何意啊？看他的样子风尘仆仆，应是才到石阳吧？请问何时聘为幕僚？我看你就不像好人，用何邪术片刻便迷惑了县令。哎呀！验尸需仵作，你是仵作吗？还真不是。那就没有资格。赶紧滚出去！仵作来也！大唐石阳县女仵作曹慧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记什么？验尸实录。验尸实录。我来。验。死者口眼张开。验。死者左手未见伤痕。验，死者右手未见伤痕。验，伤口在左胸前要害处，皮肉多卷凸。从伤口处推断，死者死于左眼的自食之处。县令，死者独孤阳瞬间被刺中，毫无防备，当场丧命。凶手行凶后，还狠狠地搅动了利器，好狠毒啊！请求县令尽快缉拿凶手，替我儿伸冤呐！死者是他儿子？对对对，他是本县上一代的仵作。急火攻心，以致突然晕厥，快带老人家去找郎中啊！愣着干嘛？快帮忙啊！曹氏犯疯病已有多年，他验尸不作数。我倒觉得这个女仵作技艺高超，经验丰富。你，具体的死亡时间应是子正初刻到3刻间。怎么看出来的？根据伤口的形态及凝固后的血液颜色，均可推断。刚刚老人家说，我兄长独孤阳是被瞬间刺中，毫无防备。当利刃袭来，人往往会下意识地用手遮挡，所以通常手上都会有伤，而这个独孤阳双手都没有。来，你看这伤口处，花纹交出，血印四判，这说明是生前被刺；若是死后被刺，则肉痕齐整。啊，明白了，人死之后血脉不通，皮肉多卷凸，是凶手刺入之后又用力搅动所致，这也就排除了拟俑杀人的可能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
还请独孤县令明告。什么人？骗子！在书本上学了3言2语，就把书呆子县令给糊弄了。不用理他。大胆！你怎么说我都可以，但是你说县令是书呆子，万万不该。你想挨板子吗？我啊，说句书呆子就要挨板子，好大的官威呀！你不服？不服。按说查案缉凶都是县尉的事儿，可石阳县尉空缺多年，但有凶案都是我探破的。可今天他来了，什么都不会，还碍手碍脚。我苏大明说他一句又怎么样？哎，你不是叫牛大明吗？怎么又改姓苏了？你懂什么？我一查起案子就跟我娘姓了，咋不行啊？过世之人，我最佩服狄公；在世者，我推苏无名为神人。破参天楼案后，我还专门去找他学了探案之术呢。他苏无名，我苏大名，共破悬案，名震大唐。你这就有点胡说了吧？你质疑我？那你既然跟苏无名学过探案，你肯定是见过他的了。当然，3个月我们朝夕相处。参天楼案发生在今年中秋，过去还不到3个月。再有就是，我从来没有教过什么苏牛大名、吹牛大名，今日算是见识了。你，哎，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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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眼前就是苏无名，你胆敢放肆！独孤县令，这位真的是狄公弟子苏无名？那还有假？我跟苏先生是南州故交。哎，我听说您在朝中做大官呢，这是来微服私访？我怎么来的石阳，跟此案有关吗？牛旗长，你刚才不是说探案缉凶都是你吗？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呀？先将尸体运回宫械吧。来人呐，把这杀人的女勇给拖开！小心！哎，赶紧扶他找个郎中医治。是。来，牛大明，这里是冥器殿，这倪勇是防盗墓贼的。你如此大意，之前的案子是怎么破的？哎，那倪勇不是防盗墓贼的吗？这怎么把独孤五座给捅死了？说的是啊，他平时得的那些东西看着就挺瘆人的，这泥人作祟也说不准呐。哎，马老板也在啊！您店里的胡饼加羊肉真是绝了。哎，你搭理他干什么？他弄的那胡饼再好吃啊，你也不能买。为啥？他是马老十的儿子。这是被砍了脑袋的那个。对呀，爹娘都是盗墓贼。独孤县令，有时破案老法子很管用，比如悬赏。以此案为例，可出300-500钱悬赏，兴许就会有人给我们提供线索。就听先生的，我这就出告示。哎呀，独孤五座呀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？俺老爹去世就买了你造的泥俑，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！你对俺家有恩呐，独孤五座。恩人呐，恩人呐，恩人呐！哎呀，恩人！哎，难得你如此懂得感恩，贵姓啊？姓卢。
节哀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走走走。胆子挺大呀，大白天的敢进城。董老板，是你呀，吓死我了！最近又挖出了什么好东西？怎么不送到珍宝阁？别提了，好东西没挖着，却折了仨兄弟。不会死于那仵作造的泥俑之手吧？就是啊，我爹找独孤阳算账，就不见了踪影。我是来寻他的。独孤阳不会是鲁二杀的吧？不会吧？徐县城，石阳有几户姓鲁的人家？鲁，好像一户都没有。你去，把他抓回来。是。这石阳是古县，城中石阳山汉魏六朝时的古墓众多，以致盗墓猖獗。你一上任就推行新政，严惩盗墓贼，深得民心啊！我在百里之外就听到了独孤县令的大名，我一想就是你，故专程绕道石阳来看你。苏先生，你我今日相见，当真不在梦中？当然不是。自从费神医为我治病，我倒是不做噩梦了。可是今日，我看见了青红。谁？你看，这是我请喜君小姐为我画的青红的像啊！今天我又见到她了。哎呀，天下之大，长得相似的人总是会有的。青红已死，我验的尸，你也认过尸。哎，不！哎，你说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？当日死的不是青红，真正的青红负气远走，来到了石阳。你这倒像是给伶人写的故事喽。哎呀，苏先生，你相信我，若这女子不是青红，怎么会嫁给与我同姓的独孤阳？你是说，独孤阳的妻子长得像青红？就是啊！自打我今早见到了她，我的魂魄仿佛已经被抽离了身体。那刚刚在明旗殿，我都是强撑着。幸亏您来了。独孤县令，人抓回来了。啊？你的事儿先放一放，先去审盗墓贼。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姓鲁，名大。鲁大是吧？快将你盗墓的行迹如实招来。就凭这点东西，你就确定我是盗墓贼啊？你手上的老茧可非普通人所有啊！你指缝中的紫泥是古墓众多的石阳山所特有的，这一点石阳县志中应有记载。那又算得了什么呀？是不算什么，可是你哭独孤仵作找的借口，
也太假了吧？独孤无错呀！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？俺老爹去世就买了你造的泥俑，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！石阳并没有鲁姓的人家，外乡人也不可能到石阳来买墓葬用品。泥俑防住了盗墓贼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挖开了自家的祖坟去看了？我看你假意哭独孤五座，其实是在寻什么人吧？你什么你？你再不如实招来，大刑伺候！我全招！我带着几个兄弟，一直靠下墓发财。这次来石阳也有半个月了，多次探查才找到一个大墓，结果我们哥俩被吓坏了，逃离出石阳城，好几十里，可这心里就是不服气呀。下墓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儿。一打听，这泥俑是独孤阳做的。我弟就说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结果来了就没回去。我这次进城就是来找鲁二的。妙啊！早就听闻苏无名乃当世神探，今日算是领教了。鲁大，我问你，鲁二是何时进的城啊？昨日午后。昨日午后。独孤县令，我没什么可问的了。让他画押，关进大牢，押去。是。走。苏先生，接下来啊，那个独孤阳的老母亲怎么样了？已经醒了，有郎中给开了药方，已服下，应无大碍。他们家还有什么人？妻春条。带来问话。可以问话了。你是何人啊？我们上午才见过，你还跟我说了那么多难为情的话，现在就假装不认识了。这不用急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回答独孤县令的问话。是，我叫春条，独孤阳之妻，现在是寡妇了。还有要问的吗？春条，你本名叫青红，是从南州来的。我家仵作跟我说，新来的县令这儿好那儿好，没想到是个疯子。你当真不是青红？春条，你生于何地啊？石阳啊。是何时嫁给的独孤阳啊？7年前吧。独孤阳你们都认识，这春条所言属实吗？啊，县令，你可以接着问了。天下之大，真有相貌如此相似之人。你说什么呀？大点声！春条，你听好了，现在本县令要讯问你，你要想好了再回答，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。我先问你，
你丈夫死于非命，你一早知道为何不去明七殿？我为什么要去？我最不愿意见死人。可他是你丈夫啊！那又如何？我不是叫老娘去了吗？你丈夫死了，你如此平静，这不合常理。什么常理？就凭他干的那些事儿，早晚有人要他的命，这就是常理。我有什么可惊讶的？他干的事儿指的是他挡了盗墓贼的财路，那些人能放过他？石阳别的没有，盗墓贼最多。你怎么就这么断定独孤阳是被盗墓贼所杀？不是盗墓贼，难道是你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们昨天晚上不是一起喝酒了吗？不许胡言乱语。接着问。我问你啊，独孤阳昨夜一夜未归，你可有找寻？不曾，他整夜睡在明七殿，那是常有的事。一弄他那个泥人就弄一整晚，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守活寡了吧？我再问你，独孤阳可有与人结怨？哟，巧了，就是我。最近几年我从没给他过好脸色。为什么？我看不上他当仵作，没钱还被人瞧不起，我连孩子都不敢生，生了也没办法考取功名，继续被人瞧不起。你既然看不起他仵作的身份，为何当初要嫁给他？因为他娘，当年我爹被人害了，是他娘验尸发现头顶刺入铁钉，这才抓到凶手。我是为了报恩，谁成想他也当了仵作。那仵作都是代代相传啊，成婚之前你不知道？他也可以不当，他非要子承母业。他对他娘那叫一个言听计从，对我却斤斤计较。不过就出去喝个茶，就在那儿嘟嘟囔囔。行，我可以不出去，可你也得有情趣，不是？整日里就差抱着泥人睡了。我嫁到他们家也算是倒了霉，简直像活在坟里。哎，话也不能这么讲。仵作之家虽阴气重，可对公谢，那也是有功的。对呀，万一哪天你春条出点什么事儿，那不也需要仵作？你放屁！姓牛的，你故意恶心我！独孤县令，你管管牛大明，他欺负我！牛七长，你不要插话。哼，还是县令好。苏先生，我实在不知道要再问什么了。啊，徐县城有什么要问的吗？独孤阳可欠赌债？他从来不赌博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啊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春条啊，你以后作何打算？你想管我？你看，我说了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让他先回去。春条，你可以先回去，有任何事情，本县令会随时传唤你。看看咱们县令问话问得多好，就是今天人太多了，要不下次咱们俩单独问问？放肆！行，那我就说点正经的。我父的尸身何时可以带回？可以让你带回，自然就会让你带回去。你先。老费跑哪儿去了？年都驼了。刚才听说有斗宝大会，鸡师公准是去看热闹了。要不我们先吃，等他回来再帮他点一碗。
一把年纪了，跟个小孩一样，耽误赶路。赵老板宝物为四鸾贤寿纹金银平托镜一面，诸位请看，镜面清亮，背面外缘为金丝同心结，内由金片贴成的4只鸾鸟，嘴衔绶带，张翅环翔。如此精致的镜子，是之妙物啊！平托技法何足为奇？为奢侈而已，不跟？我跟。看看我这个鸳鸯莲瓣纹金碗一只。钱老，你这东西还不如他那个呢。此碗花纹固然繁复，但也不过是只金碗而已。多日不见，你怎么还那么俗啊？我这今晚赢不了那面镜子，那我几十年斗宝可就白斗了。在场的诸位，有愿意跟的吗？见者有份。我跟100钱，我跟200，我跟500。哟，我看这今晚顺眼，我跟大大。我也跟。老醉鬼，你有钱吗？要跟啊，你得拿出银子来。就是钱呢！我要这个。这是何宝物啊？说出来吓死你们！此乃战神王翦灭6国时所用的随身武器，它叫3节鎏金亮银枪。什么金？什么银？枪是好枪，但没那么老。枪分3节，我老国可就没听说过。那是你孤陋寡闻。哎，算了，不跟你们这些俗人赌了。哎，站住！斗宝无儿戏，回者断手臂。鸡师公，你回来了。店家，煮面。哎，不煮了，没胃口。咱们赶紧赶路吧，这青川镇一点都不好玩。幸好喜君有心，早给你包好了2斤牛肉，不然饿了又去别人家偷鸡吃。哟，哎，你这个又字什么意思？我之前救过你的命，你本来就欠我1天1只鸡，后来我对你又有那么多的大恩，早就应该涨到1天2只鸡。你要是每天乖乖的把他们如数送到我面前，我又何至于去？哦啊！我枪呢？你的枪？谁看见了？鸡师公，我记得你刚才一直背在身上的，不会落在哪儿了吧？没有啊，那么沉的东西我背在身上干什么？啊？不对，我记得你看热闹的时候就背在身上，丢哪里了？这青川镇太不好玩了，骗子太多了。你说什么？3对2，四鸾贤寿纹金银平托镜，胜出。怎么可能？你们几个是不是瞎了眼了？坑我银艇！这几位可是远近闻名的鉴宝高手，愿赌服输。哎，兄弟，哎呦，走开！哎，就这样，你的枪，你再说一遍！哎，别打我！那还不是
是因为今天早上喝的酒太差了。你要是每天给我喝点佳酿，我也不会犯糊涂啊。带路。葡萄花鸟纹银香囊，这倒是个物件。物件？哼，姓郭的，知道你是石阳珍宝阁的人，但就算你老板董浩古来了，也不至于这么狂吧？就是，孙老板，要不咱俩跟他斗，你出银香囊，我把镜子、金碗全加上。斗，好，姓郭的，亮出你的东西来。郭掌柜，您看。哎呦，真是！这不会是独孤信梅晶石多面印吧？能胜你们的香囊、镜子、金碗否？你这多面印哪来的？放肆！行里的规矩，宝物不问来处。哎，不劳烦各位了，我等甘拜下风。等一等，你这独孤信多面印不真吧？你是哪儿来的小丫头？这种话是能随便说的吗？长安来的。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怀疑。你作为执事人，如此气势汹汹，莫非是和这位郭掌柜一起设局的？你，我能看看吗？独孤信有妻子7女，他很爱孩子们，尤其最为疼爱的是第4女，也就是我大唐高祖皇帝的生母元贞皇后。据传元贞皇后少时顽皮，一不小心摔了父亲的梅晶石多面印，致使此印一面有破损。而你这一枚26个面，怎么都完好无损啊？哎呀，倒是长安来的，有见识。孙老板，输不起吗？我，丫头，你也说了，传说而已，你们还就真信呐？若不是完好无损，怎么能称得上是世间珍宝呢？臣信启事，臣信上表，柱国之印，司马之印。司马？不对吧？西魏大统12年，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叛，独孤信奉命征讨，夜袭凉州，活捉宇文仲和，大获全胜，授大司马。司马和大司马，能是一回事吗？工匠做此赝品时，太粗心喽！啊，真的假的？看，你看看。假的呀！我说真的不能在你手里吗？好你个姓郭的，竟敢用赝品来斗宝！打他！打他！小贼，想混水摸鱼！我春山一生正气，半生傲骨，怎会当贼？这银本来就是我的，不信你问他们。别打了，要出人命！别打了！大理寺少卿卢凌风，前任的，他让你们别打了，你们怎么还不住手啊？哎呀，原来是京城的上官，我等有眼无珠。不必客气，既是赝品，
按你们斗宝的规矩，又该如何？这等事没有发生过，要不然上官您说如何便如何。名为斗宝，实为赌博，陋习也，当禁止。依我看，桌上所有宝物、钱财，物归原主。我不是奉承啊，你们范阳卢氏的家学确实厉害，你怎么一眼就看出多面印的破绽了？那个郭掌柜拿个赝品还那么嚣张，我都差点信了。多亏了你啊，卢凌风。我对古玩字画从无研究，刚才也是诈他的。他若心里无鬼，自会争辩；心虚，就露馅了。卢凌风，你也学会使诈了。自从认识苏无名之后，你变坏了。怎么了？你们看那三人，三马。人家定是有急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赶路了？哎呀，你先回去，县令有正事儿，没工夫陪你胡闹。我看不懂，你叫娄青台来。青鸟，哎呀，你快！又怎么了？你阿兄才1天，不算失踪，回家等着去。怎么回事？县令，她是娄礼德的女儿青鸟，她没什么大事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小姑娘，你别着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是哑巴，我倒是能看懂一些。我替他说。他说，他阿兄也就是娄青台，昨日午后出门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他说，昨日雨停之后啊，他连独孤阳的冥器店都去了，也没找到。他怀疑他阿兄出事了。小姑娘，你能听懂我们说什么，对吧？你去了灵渡冥器店，你为何去那儿找你阿兄啊？是这样，前几日娄礼德暴亡，他阿兄娄青台怀疑其父是被马怀下药。马怀又是谁？卖胡饼的商人，盗墓贼马老师夫妇的儿子。那2口子相继被抓，均判死刑，相继问斩，刽子手都是他爹娄礼德。娄礼德，我父母均死于你手，我早晚弄死你！也巧了，娄礼德死之前刚好吃了胡饼，娄青台就告马怀毒杀其父，独孤阳验尸，认为娄礼德死于心绞之症。娄青台不信，说独孤阳收了马怀的钱，就把尸体扔在公廨里，而且还闹个没完，根本不把公廨的威严放在眼里。所以我才说，县令您不用管。怎么这么复杂？是有点乱，但我好像听明白了。你还要找独孤武做要人？哎呀，他已经死了。哎，那若是按照你刚刚的说辞，独孤阳很有可能是被你阿兄杀害的呀。他又说娄青台一定去办别的事，根本没有去找独孤阳算账。这家人呢，这都有点不太清楚。你们这么一吓唬，他还敢说出实情吗？
徐县丞，此事跟独孤阳案有关，这是重要线索，你为何不早说？我没往这想。哦，那去盯一下娄家，看看娄青台今天会不会回来。是。哦，也盯一下春条吧。你看他在公廨上说的那些话，嫌疑很大呀。我亲自去盯。苏先生，刚刚是我冒失了。不过自打您来了以后，这公廨上下是各司其职，每个人都勤快了许多。多谢啊。独孤武做的家是要来的，你身为县令，应当探望和安慰其老母亲。再有就是，或许能够找到一些新的线索。苏先生的用意我明白。到了。这就到了，没想到离公廨这么近。苏先生莫怕，他先前是仵作，身上多少带点阴气。苏明见过老人家。新任县令独孤侠叔见过老人家。县令，可见我儿？他叫独孤阳，一夜未归，我正要去寻他。老人家，独孤阳已殒命。我儿死了，我去给他验尸。你已经验过了。是实录，可成县令，凶手可找到。老家拿赝品去斗宝，你是怎么想的？镜子、金碗，特别是那个银香囊，还算不错，出不到价钱，人家怕是不肯给咱们。那你拿赝品去骗？您不都说了吗？像独孤信多面印这种宝物，也许只是传说。既然没人见过，骗骗又如何？过来。老板，我也是为了您啊！像您这些年花出去金银无数，我心疼啊！你不是心疼我，你是要砸我珍宝阁的招牌！我看你再敢拿赝品骗人！砸我珍宝阁的招牌！我让你骗人！我让你骗人！让你骗人！怎么回事啊，董老板？这个姓郭的为一己私利，竟用赝品去斗宝，骗取同行的真古物！啊，这也太过分了！如此可恶之徒，已被我逐出珍宝阁。诸位，如果有哪位在他手上买到了假东西，一定要记着回来找我。我董某，就算是倾家荡产，也会照价赔偿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你赶紧出去迎一下独孤家娘子，记着，等人散了之后再请她进来。啊。哎，赶紧把楼上收拾一下，把最好的茶叶拿出来。好。白发送黑发，乃是人间之苦，但
事已至此，您还是要节哀顺变。石阳女仵作曹慧掩尸20余载，皆还命案真相。我儿不是被他造的泥俑所刺。县令不去捉凶，来我家干什么？他的精神就是时而正常，时而失常。老人家，您儿媳妇春条没回来吗？我儿一死，他就更何意啊？嫌弃我儿是仵作，每日争吵，还总往外跑。仵作不属于公谢之人，既非官，亦非吏。当有了凶案，才会被叫来验尸，所得又少得可怜。因常与尸体打交道，被认为有损阴德，故不受人尊重。然仵作在探案中不可或缺，不可替代。推测作案时间，还原作案手段，找寻作案凶器，都得依靠仵作。正所谓位卑而任重。你是如此了解仵作？很多人不愿意与仵作为邻，很多地方还要求仵作家要用黑色的木料做门，以示区别。刚才我进来见到了，看来石阳也是这个风俗。生于仵作家，不能考取功名，若是女子，也不容易找到好婆家。你竟如此体谅一个仵作之家的艰难。老人家，今日有幸协助您验尸，手法之精，判断之准，让晚辈佩服不已呀。听你这番话，我也就不怕丢人了。春条虽好，可我儿之死，他怕是脱不了干系。他有个弟弟叫春山，半个月前。东皇谷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勾引我姐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他来这里喝茶，怎么能说是我勾引？无风不起浪，你可以不承认，但我春山一身正气，我姐夫更是待我不薄。我脚上穿的鞋都是他给的。今年算是警告，若有下次，我跟你拼命。还算是义正辞严吧。你来告诉我这件事，就不怕我儿宰了你姐？那也是活该。我春山一身正气，最看不得这事儿。再这样下去，那就不是我姐叫我姐夫宰，那得是我姐夫被他们俩宰了。好吧，你今天到底要跟老太婆我要几个钱呢？春山不务正业，我怀疑他那天其实是去敲诈董浩谷的，因没拿到钱才翻脸。但董浩谷和春条的事，却未必是虚。独孤阳知道之后是怎么说的？我儿老实，什么也没说。莫不是春条回来了？不对，听这动静，像是进贼了。贼？苏先生，我来。
呀！此贼若死，无需验尸，后脑遭重击，颅内喷血所致。老人家，你放心，死不了。哎呀，谁暗送我？疼死我了！大胆春山，你去独孤阳家行窃，想偷什么？偷？独孤阳是我姐夫，我脚上的鞋都是他送的。我今天去姐夫家，就是想再拿2件衣服，能叫偷吗？我姐夫已经死了，他的衣服不留给我，留给谁啊？你知道独孤阳已死，他就是你害的吧？嘿，你这个县令，我春山一身正气，半身傲骨，别以为你高高在上，就能随便诬赖人。啊，原来是误会啊。那你可以走了。走啊，走好。等等，这个是你的吧？对，不对，这不是我的。来呀！搜身。这里是冥气殿，这倪勇是防盗墓贼的。你如此大意，之前的案子是怎么破的？真山，这枚骰子是在独孤阳被杀现场发现的。上大刑！别上刑！别上刑！我上！我上！大还是小啊？大！春山，这回用的赌具可是你自己带过来的，心服口服了吧？啊！那我这辈子真转不了运了。姓董呢？想转运，到珍宝阁坐坐呀。坐坐就算了。董二姑，你跟我姐的事儿我可没掺和。现在我手头有点紧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没掺和。那上次是谁来敲诈我了？怎么能叫敲诈呢？我春山一身正气，我上次是提醒你，你借不借吧？借钱，不如自己挣钱好吧？挣钱，要是有挣钱的道，我也打上你这种散了。帮我找件东西，只要到了手，我给你这个数3000钱。瞧你这点出息！不是，就算找块土坷了，也得费时费劲儿啊。300钱，是不是有点少了？哎，行，300钱我也干。说吧，多少？我说的是3万钱。3万？找什么？独孤信。夺命印？哦，对，董浩谷说那是宝物。我想，宝物
独孤阳肯定不会放在家里，要不我姐早知道了，还能让日子过得这么苦。不在家里，就应该在冥器殿，可独孤阳每天都在冥器殿捣鼓那些泥人到半夜。我跟了好几天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机会。独孤若有交期，却为他人作嫁衣。坏小子，滚！新来的县令也姓独孤，这不，今晚请我喝酒。他说县令请他喝酒，我一听就是吹牛。这个不用记，这个必须记。春山，你接着说。这些玩意儿吓死老子了！我姐夫做的那些泥俑都有机关，我不敢碰。我就里屋外屋的找，找了一个时辰也没找着。我就想，索性等他回来直说，有宝贝就拿出来，我替他去找董浩古，要个好价钱，分我一些就行。所以我就坐在椅子上等他。我就把骰子丢在冥器殿了。我昨天出城会了个朋友，再回来就听说独孤阳死了。哎呀，我哭得可惨了。从小到大，我姐夫是对我最好的人啊。我就说了，我不是偷窃，我就是想拿2件衣服，也留个念想呢。姐夫，你咋就这么走了呀？以后谁管春山啊？行行了，你别哭了。倒是也能自圆其说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春山啊，走你是走不了了，我给你找个地方，你好好想想，还漏掉了什么？来人，压下去。是。起来。独孤县令，独孤县令，怎么，牛旗长有线索了？哎，那春条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快说说，自领命后，我就去盯春条，她丈夫才死，她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却又去了珍宝阁。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怕暴露，没敢跟上楼。不过半个时辰之后，春条出来时，那董浩古也跟着出来了。哎，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啊？独孤阳做了那么多泥俑，挡的是盗墓贼的财路，要杀也是他们杀的，查不到我们头上。当时我就在一旁，我听得清楚啊！不要脸呐！既然如此恶毒，牛旗长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？这还是得需要您下令啊！再说了，苏先生也来了，你们得说话，我才好抓人。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，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，所以必须得用大刑。县令，我这就去抓人办。抓。是。哎呀，苏先生，
孤阳刚死，春条就去了珍宝阁，这不得不叫人生疑啊。还有那个董浩谷，出3万钱，让春山替他寻独孤信夺门印，也有作案动机。春条那句怎么会查到我们头上，这就已经暴露了。我分析的对吗？老周，跟我走。是。贤良，苏先生这是……这……兵分2路，你们4个去找董浩谷，我去抓春条。牛旗长，要不分一个给您？不必，派一个女子，我手到擒来。倒是董浩谷穷凶极恶，你们记着，但凡有一丝顽抗，千万别让他伤到你们，直接格杀。是，走。你在干什么？儿啊，恭谢牛旗长来我们家了，却是持刀入室，还问我在干什么。告诉你，独孤阳就是被春条和董浩谷所害，我是来拿凶手的。牛大明，你想干什么？抓杀人要犯，反抗者死。所以你是反抗呢，还是不反抗？你想杀我？我是在执行上官的命令来抓你，可你不老实。娘，救我！娘！你敢砍我儿？啊！你干什么？刘区长，你又干什么？姓周的，躲开，没你的事儿。就你，石阳县有人能挡得了我吗？大明，你疯了吗？你冒充苏无名，现在又勾结杀人要犯，你让开，不然休怪我刀下无眼。你敢！苏先生，苏先生，就你也想英雄救美，真是不自量力。跟谁讲话呢？你不知道吗？你是什么身份？在我面前如此讲话，你才是不自量力。哎，我那天跟你说的话，你没听明白啊？我不想再跟你这个江湖女子有任何纠缠，这怎么还尾随我到石阳来了？苏无名，手持利刃，非匪即盗，还不速速离开石阳，等着我告知县令抓你进大狱啊！
苏先生，这牛大明您到底是如何发现的？自立命后，我去盯春条，她丈夫才死，她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却又去了珍宝阁。他无意中说了个“又”字，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之前就知道春条去过珍宝阁；二是他之前就已经跟踪过春条。对呀，万一哪天你春条出点什么事儿，那不也需要仵作？你放屁！姓牛的，你故意恶心我！独孤县令，你管管牛大明，他欺负我！我想起来了，他们之前就认识，或者说彼此之间很熟悉。不过，真正让他露出破绽的，是他自己编造的那番话。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啊？独孤阳做了那么多泥友，挡的是盗墓贼的财路，要杀也是他们杀的，查不到我们头上。牛大明，你说你在珍宝阁楼下等了半个时辰，若2人真是共犯，半个时辰都不串供，却非要等着到你面前来说那番话，你觉得这合情理吗？再有就是县令那句话问得好，竟是如此恶毒啊！刘局长，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？若春条和董浩谷真的说了那番话，杀人犯身份就已经完全暴露，你为何不直接抓捕，反要回来禀告呢？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，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，所以必须得用大刑。你是在提前圆自己的谎言，试图刑讯逼供，让春条和董浩谷顶罪。莫非杀独孤阳的凶手真的是你牛大明？对春条起了色心，到不了手，我想趁机报复，这个我认。但若说我杀了独孤阳，你有何证据啊？禀县令，更夫钟伯接了悬赏告示。更夫，叫他进来。是。钟伯，你有命案线索？有，不是悬赏吗？不知能给300钱还是500钱？这要看你提供的线索是否重要。哎，我说了，你们听好。昨夜此时末，我看到了他。他杀了独孤阳，逃走了。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你胡说！放手！我没杀人，没杀人的。杀没杀人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对。你敢说你昨天没去冥器殿？我是去了，但不是子时。昨夜我当值亥时2刻离开宫廨，到冥器殿最多亥时3刻，
我说几句话就走了。我是想告诉独孤阳，春条和董浩谷走得近，我想让他找找董浩谷的麻烦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要是你，就去杀了那董浩谷。仵作，不可杀人。那你就眼看着娘子每日去找别人，你还有点血性没有啊？我这正忙着，你要是没有其他事情，可以先走了。你可以休了春条啊！这是我的家事，与你无关。我其实就是想让他休了春条，我趁机讨好，让春条改嫁于我。可他跟个没事人似的，我见一时得逞不了，我就走了。你胡说！你就是杀人凶手，你赖不掉。姓钟的，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要诬陷于我？我夜间大更常去冥气殿讨水喝。独孤仵作，好人呐，大好人呐！你惦记着独孤家娘子的美貌，就起了歹心。你好恶毒啊！血口喷人，我跟你拼了！牛大明啊，牛大明，你算是被美色给害了。县令，董浩谷已抓回。让他等着。让他等着。是。回禀县令，并无大碍，只是需要静养，不能再受惊吓。麻烦了。哎，县令为何不传我过堂？你并无嫌疑，何须过堂？坐吧。是要问董浩谷还是牛大明？我竟不知如何说起了。那就从今日说起吧。老娘验尸回来，得知独孤阳确实死了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董浩谷。喝茶。独孤阳的死和你没关系吧？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我当然怀疑你。从第一次见面，你就和我打听独孤阳藏的印，后来有几次三番的让我查探他的印藏在哪儿。没错，我是好古物如命，但我也不会因此杀人。你说的是真话？珍宝阁里的古物件件珍品，我董浩谷的话句句为实。我知道现在问你这个话不合时宜，但我就是想知道，如果现在一边是这印，一边是我，你只能选一个，你选哪个？你这话问的，你手里拿着这印，我怀里抱着你不就行了吗？春条，春条，我是想得到那多面印。但我也确实觉得你好啊！我好古物，但并不贪婪。我只是觉得那些凡夫俗子不配拥有那绝世珍品，就像独孤阳不配拥有独一无二的你。他已经死了，你不配提他。我问你，我要是把那印送你，会怎样？那印真在你手里？你回答我！我娶你！那印就真的那么重要？
从一开始，你讨好我，请我喝茶，陪我喝酒，就是为了那印吧？独孤阳，我对不起你。春条，春条，这是你第几次跟踪我了？那哪数得清啊？不过这次跟以前不一样，我是奉命跟踪你，我不跟不知道，你又去见那个董浩谷了。你想说什么？独孤阳死了，就算改嫁，你也不能选他呀。他是一个商人，有再多钱，能真心对你好吗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能对我好？我对你不好，春条，你摸着胸口说呀。牛大明，你趁我喝醉带我回家，试图强暴我，我还没告发你呢。对，我牛大明武艺高强，你以为我真收拾不了你啊？我是不想强迫于你，我想让你心甘情愿地跟我好，我愿意等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独孤阳死了，你可以嫁给我了吧？你无耻！是，他刚死，我说这些是有些不合时宜。1个月后，我派人来提亲。我春条就是死了，也不会让你这种龌龊小人得逞。滚开！我春条虽然肆意，但我是清白的。我出去找人喝茶喝酒，不过是因为独孤阳对我冷漠，我是想改变这种生活。怎的我还没哭，县令却哭起来了？独孤县令想到的是与你有相同经历的另一个女子。县令好个柔软的心肠。春条，告诉我，独孤信多面印是不是在你手上？不在，那多面印我根本就没见过。哦。趁热吃。我去喝茶。娘子，能不能不要再去喝茶了？不喝茶，难道陪着你守在这儿，守着这半屋子泥人？我这也是为了养家。笑话！你做了那么久的泥人，也没见你拿几个钱回家呀。7年了，我春条在你心里就是个喜欢钱的女子啊。我也不是喜欢喝茶，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，更希望那个人是你。可是独孤阳，自从你开了这名气店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自己都快变成个泥人了。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辛苦。你还记得我们刚成亲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你说你那儿有个什么宝印，可不可以拿来我看看？你想干什么？不是，是董浩谷跟我说，他知道你有内应。不可能，宝印不能卖。娘子，那宝印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有它在，证明我们独孤家还有后人。
他董浩谷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值我那印。他讨好你，为的就是骗我卖印。你去跟他说，让他别做梦了，除非我死了。有本事，你让他来杀了我。你不卖就不卖，你说这些狠话干什么？还后人，你就是个仵作。以后的后人一辈子也不能考取功名，一辈子只能当仵作。我才不要给你生孩子。我说的是气话。我想让他把那印卖了，这样我们就有钱，他就可以带我离开石阳，到一个没有人知道他当过仵作的地方，好好过日子。我就可以为他生儿育都记下了吗？董浩谷，本县令现在问你话，你要想好了再回答，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都会被记录在案。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独孤阳死了，我勾引过春条，还一直惦记着独孤信梅晶石多面印。昨天夜里，我去过2次冥器殿，但我没有杀人。2次？都在什么时辰？你去冥器殿做什么？昨天我喝了点酒，到亥初时分还是睡不着，心里憋屈啊！我来石阳4年了，就是得知独孤信多面印在此。开始我以为是在哪个古墓里，一直向盗墓贼求购。未果，几经周折才知道，原来就在这个穷仵作独孤阳的手里。你到底是何时去的冥器殿？亥时3刻离的家。你不问我为何而来？除了那印，还能为什么？聪明人，其实除了春条，就连你那个不着调的内弟春山我都脱了。但我回头一想，你我为何不面对面谈？所以我冒雨前来，没想到你还真在店里。开门见山，我出15万钱，你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。不卖。那放在你手上不也是糟蹋吗？独孤阳，那印真是你们家祖传的？说你是独孤信的后代，谁信呢？好，我信了，我出18万钱。你看看你娘住的是什么地方，好不容易有个媳妇儿，还成天跟人往外跑，就你这副鬼样子，拿着宝印也没用啊。不如换点钱转转运，你祖上在天之灵看着也高兴啊。你真不卖是吧？你脑袋就是泥做的。20万钱，30万。那宝印真在你手上？叫这个价，1分钱也不能少。23万。24万。哎呀，独孤阳没有30万这价，25万。一言为定。
确实需要钱。你这样，你把钱都折成银锭，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过来。今夜就要？没钱就算了。不，你等着，我去取。我把店里留的、家里存的银锭凑在一起，刚好够。我只是迫不及待想要回冥器殿去交易，可一想到独孤阳说子丑交接之时，我又怕去早了他找借口不卖我。哎呀，我只能忍着呀。想了半辈子的宝物终于可以到手，我心里真是太高兴了呀！时辰到了，雨也停了。我赶到冥器殿的时候，发现黑着灯。好你个贱仵作，敢耍我！没道理呀！独孤阳，独孤阳。我没有报官，是怕反被怀疑。公堂之上，你说的可是真话？珍宝阁里的古物